这批西红柿也是在不知不觉中就长大了。周末起了个大早，准备多干点活了。今天的阳光是特别的好，露水刚刚退去，正好可以开始整枝。这一批西红柿是我最喜欢，也是我觉得最适合开始整枝的大小。看看花序已经开始形成了。这批西红柿都是大番茄的品种，其实就是一类，是我最喜欢的 Brandywine 白兰地。这种番茄的口感是特别好，也是我每年必种的番茄品种之一。另外一个必种的品种就是紫色切诺基。Brandywine 这种品种啊，它的辨识度是特别的高，大家可以看看它的叶子是不是和我们通常看到的番茄都不太一样。这种西红柿的个头是特别大的，也是一种非常好吃的传家宝西红柿的品种，强烈推荐大家都能够种起来。你要说缺点呢，也是非常的明显，产量低，爱生病，不容易保存，这也是大多数传家宝西红柿通用的一个问题。这其实也是为什么这类西红柿通常在市场上很难看到，因为它们实在是太不适合商业种植了，商业的特性基本没有。不过这类西红柿通常都是有机超市还有农夫市场的宠儿，通常在那些地方我们是能够找到它们的。它们的价格通常都是超市品种的好几倍，当然了，口味也要好上好几倍。这些大番茄我通常都会选用双干或者是三干整枝，整枝的时候就从底部开始，把这些老叶子还有下边的枝干先给它整理掉，这下部的给它剪掉。像这棵呢，我们稍微整理一下，就剩下3个主干了，1、2、3，这是3干整枝。我们接着再把3干上边的其他的这种侧枝也给打掉，像这个花序下边的剪掉。另外这一侧这个花序下边还有一个，这个也是要剪掉的。这边像这种小不点，我们可以直接给它掐掉。这种小的侧芽还是挺多的，给它打掉。这边这条也是。几乎每个叶片生长出来的地方都会长芽点，我们把它去掉。你像这种它第一穗花序长的位置特别的不好，像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是可以给它去掉。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集中养分培养3干上面的花序来进行做果了。我们将来就是这样不停地对番茄进行整枝整蔓的管理，让它通风透光，让花序和果实层次分明，清晰有序。将来的果实也是一层一层的长，数量和质量都有保障。我这个地方经常都会有很多蜜蜂和马蜂来给我们授粉，所以做果率是非常有保障的。像这一棵的第一花序也是没有授粉成功，就不要了。它的一个基本形态是双干，然后上边其中一条枝干这儿分叉长出了另外一个，而且它的花序在中间。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只要随便剪掉一条就行了，比如我剪掉这条稍微靠花序下边一点的，这就是一个双干整枝的例子了。这一棵来看一下，在整枝前是乱糟糟的，有无数条枝干长出来了。咱们也不用焦虑，不用着急，就从底部一点一点往上捋，把这些没用的侧枝都给它打掉。下边的叶子，这种土长枝，还有这个叶子，这背面还有一个土长枝，也可以把它剪掉。看看整着整着是不是就越来越清晰了？现在只剩下3条枝干了。如果我们想留3干整枝，这样就行了。如果想留双干整枝的话，就再剪去一条，比如说这条我们可以给它剪掉，不要。这样双干看着是不是更清晰？关于第一个花序呢，很多人都建议把它打掉。我的建议是，如果你看到这些花序明显没有做果成功，或者是你当时这种小苗长势比较弱的话，那就尽可能把它打掉。如果是它已经有一个做果成功了，并且你长势比较壮的话，其实不给它剪掉也是没问题的。第一个花序上边也是能长出不错的果实的。按我的实践经验呢，你剪掉它还有不剪掉它都不会起到什么至关重要的决定性的影响，所以自己选择就行了。大家看我视频的时候，是不是通常都会觉得比较佛系？我看很多人都会特别夸张的说，如果你不剪掉第一穗花序，产量就怎么样，就受到很大的影响。其实实践过程中真的不是这样的，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的。真的是管理办法千千万，条条大路通罗马。
我想，我们学习种菜知识的一个目的，就是通过他人的经验，让自己有一个清晰的思路，做起事情来能够清晰果断，不纠结就可以了。同时，尽可能的尊重自然，适应自然，不要纠结谁对谁错，也不要去争论这些，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就行了。你看这颗番茄，第一个花序上就结了一个特别好的果实，这种果实我们完全就可以留下来，而且从远处看看，这颗番茄的植株长得也是非常的旺盛。下边的老叶子我们是可以给它打掉的。这又是一个很典型的双干。我这批白兰地番茄会主要以双干和三干整枝为主，偶尔也会有个别的单干整枝的，就不给大家一一展示了。整完枝之后，再给大家演示一下最简单的西红柿搭架的方法。这批番茄其实种的还是比较晚的，等到时候果实成熟之后，我们肯定是吃不了的。那个时候可以把番茄整个摘下来，放到冰柜里边冷冻，冻起来。等到冬天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直接做西红柿汤呀，或者是做番茄牛腩之类的，味道也是非常鲜美的。整枝整瓣的这些活呢，做起来还是比较轻松的，也比较解压。唯一的缺点就是和其他很多菜园的工作一样，比较费腰，长期蹲着的话会腰酸背疼的。所以说蹲久了呢，站起来适当的活动活动，扭扭腰，还是挺必要的。大家在菜园干活的时候，还是要多保重身体，别因为这些活呢，把腰椎啊、颈椎啊，还有关节搞出问题来，那就有点得不偿失了。整枝的工作快做完了，最后的结果是大部分都做了双干整枝，也是按照它自然的形态，少量是三干，还有个别的是单干整枝。终于轮到开始给西红柿搭架子了。给西红柿搭架子，很多时候还是一个很繁琐的工作。当然，方法虽然是有各种各样的，不过每一种方法其实都不是特别简单。我今天使用的方法就是我认为是西红柿搭架最简单的一个方法了，就是用这种西红柿笼子。很多人认为这种西红柿笼子太小了，不适合西红柿，因为西红柿的生长能力实在是太强了，长得又高又大。而这种笼子呢，它的高度是有限的。不过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买稍微大一点的笼子，像我这种就是54英寸，有4层的，也有5层的，5层的会更好一些。当我们种大番茄的品种的时候，其实这个高度大家来比一比。它能长到这么高，如果能长到我这么高的高度的话，那其实这个笼子也还是合适的。而这个高度呢，对于大番茄来说，结个5、6层的果实是没有问题的。小番茄的话，我就不建议用这种西红柿的笼子了。这种西红柿笼子对于家庭种植来说，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它用起来实在是太简单了，尤其是在番茄的苗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就这样轻轻的一插就完事儿了。如果你是搭架子的话，那还要去有搭架这一步；如果你是吊蔓，那就是有架子还要吊起蔓来，都是相对来说要复杂一点的。这种番茄的笼子也有它的缺点，就是当番茄的苗比较大了的时候就不太好弄了，所以还是尽早把番茄笼子给它插上要好一些。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给西红柿进行搭架的？我的菜园里边会用到各种各样的方式，每种都是有它的优缺点的。我这次选择了我认为在家庭种植番茄中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使用西红柿笼子。大家在种大番茄品种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下。这番茄如果是长得太大了，罩笼子的时候就得小心一点，不要把枝头给它碰折或者碰断了。番茄笼子呢，其实特别适合我们目前的这种场景，就是上边铺着防草布，我们的番茄苗是从防草布烫出来的洞里长出来的。番茄笼子的4角刚好是很适合这洞的大小，能够插上去。
笼子给它固定好之后，我们就只需要这样把番茄的苗、它的茎和叶子从下边笼子这一层掏上来，就像这样，然后就让它继续往上生长就可以了。当然，后续随着番茄的生长，我们在进行整枝的同时，也需要不停地把这些番茄的尖儿还有枝干给它往西红柿的笼子里搭一搭，因为它长着长着可能长太长了，就从下边钻出去了。如果太长了，我们没有给它搭上来弄进来的话，它可能就很难再放进来了。哎呦！这西红柿笼子插好之后，看着还真是整齐，算是又完成了一件大事儿吧。